我们常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那么究竟是多少天呢？要知道答案的话，我们得从头开始。大约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，一波又一波的印欧民族翻越了阿尔卑斯山，来到了意大利定居。他们带来了马匹、车轮与锻造青铜的技术。另外，也别忘了，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，也有一些印欧民族是迁徙到希腊半岛，并受到麦诺安文明的影响，而发展成迈锡尼文明。有兴趣的人可以回头看一下第6集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克里夫。到了西元前900年左右，他们开始掌握冶铁的能力。这些印欧语系的部族，其中一支就是罗马人的祖先。而意大利半岛的地形相对开放，北方的阿尔卑斯山虽然平均海拔有3000多公尺，许多高山更是高达4000多公尺，但却无法有效阻挡从北方南下的民族。至于周围的海岸线虽然十分绵长，但优良的港口却不是很多，再加上有些海岸还很容易受到来自海上的劫掠，所以我们可以说意大利半岛是个容易受到外力侵略的地方，也让这个地方的民族总是在战乱与武力征讨的背景下生存。这种开放性的半岛上可不是只有罗马人的祖先到这里定居哦。大约在西元前8世纪左右，还有2个比较重要的民族来到这里，分别是希腊人与伊特拉斯坎人。希腊人大家肯定不陌生，我们前面几集才跟大家聊完。他们随着城邦的兴盛与人口的发展，开始从希腊半岛向外拓展，在各地建立城邦与贸易站。其中意大利半岛南部与西西里岛等地都是他们的居住地。不过伊特拉斯坎人大家就比较陌生了，有些学者认为他们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土著，带着文字、艺术与冶炼金属的技术来到意大利半岛的北部与中部定居。到了西元前6世纪左右，他们也建立起城市联盟，并以希腊文为基础发展出自己的文字。他们的文化习惯也影响了后来的罗马人。好比说，伊特拉斯坎人会建造圆顶与拱门建筑，喜欢格斗这种暴力的娱乐活动，还有观察动物内脏与鸟类飞翔的方式来占卜等等，都被罗马人学了过去。不过比较不一样的是，伊特拉斯坎人比较尊重女性哦，妻子不仅能跟丈夫一起吃饭，还有一些家族是用母系来传承的。反观罗马就不同了，在西元前753年左右建成后，便是以家父长制度为主，国王就像是一家之长，掌管底下的臣民。他的权力主要在行政、宗教、司法以及军队，但却不包括立法。立法的部分则是由元老院与公民大会负责。先说元老院，这个是由所有族群领袖所组成的长老议会，就连国王也是元老院的成员之一哦。当国王死后，元老院会把国王的权力收回，直到新的国王得到人民的认可，并继承王位后，元老院才会授权给国王执政的权利。另外，元老院也会决定是否认可公民大会通过的提案。公民大会呢，是由符合服兵役年龄的男性所组成的，他们能对国王提出的法律提案给予否决或是认可，还能决定是否宣布侵略战争。但如果公民大会认可的提案被元老院给驳回，那么立法提案就无法通过。因此，从本源上来看，罗马最上层的统治阶级是属于相对保守的元老院。这个时候的罗马是由多个民族所组成的，大约在西元前6世纪末期，当时的国王是由伊特拉斯坎人的塔克文氏家族所担任。在他们掌控罗马的时代，犯下了许多暴行，让罗马人难以忍受。最后他们推翻了塔克文氏的统治后，这也让伊特拉斯坎人逐渐走向衰弱，同时也让罗马人深深了解王权可能会带来的腐化。罗马推翻了塔克文氏后，便建立起早期的共和政体，而被驱逐的伊特拉斯坎人也和其他同盟的民族不断报复与攻击罗马。在这个动乱的战争时期，罗马人不停地抵御外来民族的侵扰，也持续扩张领土，直到西元前265年，他们征服了整个意大利半岛为止。那你想嘛，因为长时间的武装冲突，罗马人对于军事特别注重，而也因为动荡不断，
让他们的社会、经济与文化都深深受到影响。像是公民因为都在军队中作战，使得耕地逐渐荒芜，导致他们负债累累，甚至破产，只能逃到城镇里躲债。直到新征服的疆土有了新的农地后，才又重新成为大地主的佃农。而也因为透过不断的武力扩张，使得土地也非常多，多到足以让全体人民都从事农业耕作，这反倒让他们不用发展商业来谋生。而在推翻伊特拉斯坎人所担任的国王后，由元老院的其中2位成员被推选出来成为执政官，行使原本国王拥有的行政与司法权。在这过程中，元老院的权力进一步扩大，不仅能掌控公共资产，还能否决公民大会所有的决策。执政官2人之间彼此都有对另外一方的否决权，如果2人争执不下，则会召开元老会议做出决断，除非在紧急时刻，通常是战争时间，才可以让其中一位执政官行使独裁的权利，但最久不能超过6个月。这样的共和体制逐渐让罗马人划分成2大阶级，也就是贵族和平民。前者是能够进入元老院的纯血罗马人，后者则是一些富裕家族或中产阶级，以及小农、工匠与商人等等。原则上，平民都是在替贵族服务的，包括耕种、服劳役以及参与战争等等。不仅税负很重，发声的管道也只有公民大会。但就像刚刚说的，元老院的权力在扩大后是可以驳回公民大会所有决策的。因此，受到压迫与不平等对待的平民开始对贵族发生不断的阶级冲突。最严重的时候，他们还威胁贵族要全部离开罗马城，迁徙到另外的地方去。最后，贵族终于愿意让步，在西元前494年，护民官诞生了。他们有权否决行政官的违法行为，并保护平民。而原本罗马的法律都是不成文的，平民基本上也不识字，更不要说懂法律了。所以司法或诉讼的解释权都在贵族的手里。这样背景下的判决当然容易引起冤狱和反抗。在西元前450年左右，平民的权力再次扩张，他们要求编写成文法典，最后他们将法条写在几块木板上，公告众人，这也就是著名的12目表法的由来。虽然上面的条文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的不公平，但至少让当时的平民们知道自己的法律权利有哪些。而随着平民不断的争取，在西元前367年，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执政官出现了。依照过往的习俗，在执政官卸任后会自动转入元老院，这样一来，原本由贵族所垄断的元老院终于也被打破了。到了西元前287年，他们又通过一项法案，规定公民大会的决策就算元老院否决，但对国家依然具有约束力。虽然平民这样一步一步的拓展权力看起来很不错，但实际上罗马依然是一个由专制体制所统治的国家。即便有平民出身的执政官在卸任后转入元老院，但一来这样的平民非常少，二来当他们晋升到贵族的圈子后，很快他们也会成为他们的一员，转头成为新的贵族阶级。再加上当时的行政官员是没有薪水的，所以也让大多数的贫穷公民无法担任公职。此外，由于动荡与战乱，所以知识与文化相对落后。虽然在西元前6世纪左右就已经有文字，不过大多是用来抄写法律或是刻写墓碑而已。更庞大的多数人，包含众多士兵，基本上都是目不识丁的状态。加上前面说过因为战争获得的土地很多嘛，让农业成为大多数人的主要职业，这也就让商业与工匠的发展比较受限。另外，关于宗教的部分，罗马人不仅受到伊特拉斯坎人的影响，另外也深深受到希腊人的影响，像是主神朱比特和宙斯相当，智慧女神米涅瓦与雅典娜雷同，维纳斯和阿弗洛狄蒂是爱神，尼普顿与波塞冬一样都是海神等等。但不同的是，罗马人的宗教并不是在歌颂人类，跟希腊那种赞扬神等于是赞扬人类自己的宗教观不太一样哦。罗马人的宗教观受到战争影响，当然也就更具有政治色彩。
神的力量在于保护国家不受到外敌侵犯，所以他们的神也就没有什么人味，更不会跟人类混居。再加上受到伊特拉斯坎人的影响，让许多精灵崇拜的神祇转变成人格化的神。虽然罗马人有一个政府部门专门负责祭祀活动，但跟希腊相似，没有特定的神职人员，多数还是一些闲暇的贵族兼任，也不需要受特别的宗教职务训练。人们只要注意礼拜仪式，并且不要让天神生气就可以了。比起个人对神祇的祈求，罗马人更重视对于整体族群的庇佑。在对比他们的宗教观与价值观，他们反而更注重爱国主义以及对于权威与传统的尊重。除了基本的勇敢、诚实、自律以外，更看重的是对于神祇、祖先与国家的忠诚。他们崇拜声望与权威，有能力的将军或执政官能够带领他们击退外敌，比起全体公民的民主和自由更为重要。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罗马人可以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的生命，或是执政官会大义灭亲，将犯了军纪的儿子给处死。这种全体人民投入国家军队机器的民族，似乎也就只有斯巴达人有类似的民族特性了。这种把个人利益摆在一旁，完全服从于国家的罗马人，在西元前265年统一了意大利半岛后，接下来他们就得面对地中海的其他民族了。首先，他们对外扩张的第一场战争就是与迦太基的布匿战争。迦太基本来是腓尼基人在北非的殖民地，大约在西元前650年左右宣布独立，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富裕的强大国家。起初，他们不断与希腊城邦争夺地中海的海上霸权，直到希腊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而走向衰落后，迦太基人才成为地中海最强盛的国家。不仅将势力拓展到西班牙中部，借此获得当地的银矿与锡矿，还继续从北非往内陆发展到中非北部，以此得到热带地区的农作物。有矿产与农业资源的迦太基人，凭借着强大的海军，透过商业贸易不断累积财富，并将势力拓展到西西里岛。这就让准备从意大利半岛向外扩张的罗马人给撞上了。在西元前264年，罗马向迦太基宣战。本来罗马人信心满满哦，以为可以迅速获胜，谁知道这一打竟然就打了23年。好不容易获胜的罗马要求迦太基人割让西西里岛，并支付庞大的赔款。但这还没完哦，很会做生意的迦太基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再度兴盛起来，这就让罗马人又不高兴了，以迦太基人染指西班牙为借口，再度于西元前218年爆发战争。这次迦太基人出了一位名将，叫做汉尼拔，他率领的军队横跨了阿尔卑斯山，杀进了意大利半岛，使得罗马岌岌可危。所幸罗马在意大利半岛的盟友还不少，让汉尼拔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。反观罗马则直接攻打迦太基首都，使得汉尼拔被迫回去救援，最终败给了罗马。第二次布匿战争打了16年，不仅让迦太基丧失了非洲以外的所有领土，赔款金额更是上一次的4倍啊！在这一次的战争后，基本上迦太基就已经失去再战的能力，只能透过商业贸易维持生存，而罗马只是因为占领了西班牙后，获得大量的矿产与财富，并走向兴盛。另外，这次战争中，马其顿与迦太基结盟，试图夺取埃及，而罗马则趁机进军拓展领土，不仅征服了希腊和小亚细亚，还把埃及给纳入保护国。但这样还是不够，经过50年的修身养息，迦太基又逐渐繁荣起来。这次罗马人决定彻底铲除这个心头大患，在西元前149年发动突袭，把迦太基的首都给直接毁灭。第3次布匿战争只有短短的3年，但却异常残酷。迦太基人惨遭无情的屠杀，城市被大火焚烧，好几万人被当成奴隶给抓走，而迦太基也自此亡国。如果我们从西元前753年罗马建成后开始计算，一直到西元前202年第2次布匿战争结束后，罗马几乎控制了整个地中海的区域来看，
罗马从地方性的小部族到兵强马壮的国家，大约经过了550年左右。万一之后有人再问你罗马是几天造成的，那你就可以很自信的跟他说550年啦。不过，透过武力扩张走向强盛的罗马，内部却有着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关于这些，我们下一集再来继续跟大家聊聊。不过伊特拉斯坎人伊特没的，好 OK。在西元前149年发动突袭，再次在西元前140。另外，关于宗教的部分，罗马人不仅受到伊特拉斯坎人的影响，另外也深深受到希腊人的影响，像是主神朱比特和宙斯相当，智慧女神米涅瓦与雅典娜雷同，维纳斯和阿弗洛狄蒂，你有听过吗？但我听到的是英文版本。哦，英文版本怎么念？在一起之类的。哦，好。但是